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了解和监控经济指标变得尤为重要，其中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是一个关键指标。PPI 衡量的是生产阶段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它是预测未来零售价格变动的先行指标。当生产成本如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者可能会提高产品价格，这种成本的增加最终可能会被传递给消费者，导致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升，引起通货膨胀。但 PPI 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也是政策制定者监控经济状况、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例如，如果 PPI 持续上升，央行可能会考虑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多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国家等，都定期发布 PPI 数据，用以制定或调整经济政策。使用 PPI 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监控物价水平的变化，分析经济中的通胀或通缩趋势，进而制定相应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会密切关注 PPI 数据，作为其设置联邦基金利率的参考之一，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促进就业最大化。在中国，政府利用 PPI 监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评估生产成本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PPI 的变化受多种因素驱动，包括原材料价格变动、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以及供需关系等。其上升或下降都会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原油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进而推高 PPI。随着成本上升，生产者可能会提高商品售价，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反之，如果原材料成本下降，可能会导致 PPI 下降，减轻对消费者的价格压力。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前，我们不妨通过一些国家的实际例子来具体了解 PPI 在实际政策中的应用及其背后的经济情况。这些例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 PPI 的意义，还能揭示不同国家在面对经济挑战时如何利用 PPI 数据来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还直接关系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高度重视 PPI 数据，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 PPI 数据显示生产成本急剧上升，预示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为了应对危机，联邦储备系统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并尽力稳定经济。通过密切监控 PPI 及其他经济指标，美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最终成功引导经济复苏，恢复了市场信心。再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政府同样利用 PPI 作为监控和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伴随着物价水平和生产成本的波动。中国政府通过定期发布 PPI 数据，评估生产环节的成本变化，这对于控制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的时期，如2011年，中国政府通过关注 PPI 上涨趋势，及时采取措施调控物价，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共同关注 PPI 数据，以此来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在欧债危机期间，欧盟中心银行和各成员国政府密切监视 PPI 数据，以评估危机对生产成本和消费价格的影响。通过分析 PPI 数据，欧盟能够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实施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同时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稳定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这些例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PPI 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被广泛用于监控和分析经济状况，以及指导政策制定。通过定期分析和评估 PPI 数据，各国政府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中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据此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挑战，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全球化的今天 ，PPI 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参考。在深入探讨了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对各国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来看看实施了基于 PPI 指导的政策后，各国经济的具体转变。通过这些变化，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 PPI 数据在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控制通胀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作用。在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通过密切监控和分析 PPI 数据，有效地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如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应对经济的不同阶段。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 PPI 等关键经济指标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帮助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实现了稳定增长，通胀率也得到了有效控制。通过对 PPI 的持续关注，美国能够在经济复苏期逐步退出宽松政策，避免了过高的通胀率。在中国，政府利用 PPI 数据来监控经济中的价格变动和成本压力，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对 PPI 的分析，中国政府能够及时识别通胀压力，采取措施避免过热或通缩。例如，在经历了20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后，中国政府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物价水平，确保了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对关键行业和原材料价格的监管，以减轻 PPI 上升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欧盟国家在经历欧债危机时，也展示了 PPI 数据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危机期间，欧盟中央银行和各成员国政府通过监控 PPI 数据，评估危机对生产成本和物价的影响，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恢复财政稳健和经济增长。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许多欧盟国家经济逐步从危机中恢复，物价水平稳定，经济增长恢复到正轨。这一过程中 ，PPI 数据作为监控经济状况的重要工具，帮助政策制定者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些例子说明，无论是在经济危机还是在稳定增长期，通过对 PPI 等经济指标的分析和监控，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制定出更为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不仅帮助这些国家控制了通胀，还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PPI 数据的应用展现了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对经济指标的监控和分析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政策制定者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应对经济挑战，保持经济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探讨了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对单个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转变的影响之后，不妨将视角扩展到全球层面，看看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基于 PPI 等经济指标制定的政策，对全球市场有着及时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降低了美国国内的借贷成本，也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加，资金流向了寻求更高回报的新兴市场。这一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恢复，但也给一些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同样，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中国的 PPI 数据对全球原材料价格和供应链稳定性有着直接影响。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
中国政府通过提高环保标准和减少过剩产能，影响了全球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中国国内的环境质量，也促使全球供应链重新调整，影响了全球价格水平和生产成本。欧盟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针对 PPI 的反应，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欧盟作为一个由多国组成的经济联盟，其内部经济政策的调整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例如，欧盟在应对欧债危机时采取的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对其他面临财政困境的国家提供了政策参考。此外，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如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也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和生产成本。这些例子表明，一个国家基于 PPI 等经济指标制定的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经济，也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经济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要求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到其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同时，这也强调了国际合作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全球经济才能实现稳定和持续的增长。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更加复杂和相互连接的新阶段，对 PPI 等关键经济指标的监控和分析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能帮助单个国家制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也有助于全球经济体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挑战，分享增长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了解 PPI 的意义和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乃至普通公众都至关重要。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VQ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